各位朋友啊，俗話說啊，不作就不會死。本來呢，中國的這些洋品牌啊，就在中國賺錢的這些洋品牌，就面臨着中國呢，隨着這個經濟和國力的增長呢，民族自信心是越來越強。中國現在的消費者呢，已經對那些以前高高在上的代表着品質和这種是生活情調的這些洋品牌呢，就越來越不感冒了。從原來的仰視變成了現在的平視，甚至是有一點這個高高在上看這個洋品牌的意思了啊。本來呢，就對這些洋品牌呢越來越祛魅了。可是呢，這個耐克，美國耐克呢，簡直是不作不死啊！它這一勾啊，這一個勾現在都變成叉號了。那為什麼呢？還不是因為反華搞那個新疆棉搞的吧？那是一個分水嶺啊！我親愛的朋友們，耐克在中國的業績現在正經歷着雪崩式的萎縮，大中華區的營收已經連續第7個季度同比下滑了，單季的跌幅達到了2位数，市值在短短的数月內就蒸發超過300億美元，幾乎跌掉一個阿迪達斯。在中國呢，部分原價899元的鞋款跌至了429元，仍無人問津啊！你問題是，你就是跌到了400多塊錢，你跟中國的這些本土的這些運動品牌比也没什麼優勢啊。你比如說鸿星爾克之類的，人家那個100-200的鞋就堪比你這個耐克的這400-500的鞋，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在中國呀，耐克呢是從潮流聖品淪為了打折的常客，身份符號體系是徹底的崩塌了。財務數據2026年第3季度吧，耐克大中華區的銷量遭遇了斷崖式的下滑，當年的營收巔峰曾經達到 82.9 億美元，如今縮水至 65.85 億美元，股價呢年內呢遭到腰斬，管理層預計第4季度大中華區還將面臨 20% 左右的銷售額的滑坡。過去象徵榮譽的耐克，如今陷入了高價上市、快速打折的惡性循環。原價接近1000元的球鞋，幾個月後便折價到429元。這種頻繁的促銷的，不但沒能夠挽救銷量，反而親手打破了品牌賴以生存的保值契約，讓消費者形成了不打折不購買的慣性的心理吧。在品牌造夢的馬拉松賽道上，耐克呢也輸了一陣。在2026年的倫敦馬拉松中，人類首次在正式比賽中打破了2小時大關，但這2位創造歷史的選手腳上穿的卻是阿迪達斯7年前耐克助力當時的冠軍破2的獨家光環也就此易主了。這個消費者為何用腳投票呢？祛魅與洋濾鏡的失效。隨着中國消費市場日趨的成熟呢，消費者不再盲目的崇洋媚外。曾經穿耐克是一種身份的象徵，但如今在信息对稱和理性消費的驅動下呢，大家發現國產品牌也能提高高性價比的選擇，自然不願意再為高溢價的那個 logo 交智商稅。有網友直言，現在對運動品牌已經徹底祛魅了。工業時代下獲取衣物鞋帽太過便捷，早已經失去了攀比的屬性了。國貨早已不是過去的廉價的替代品。安踏憑借着氮科技，李寧憑借着4個雷疊在一塊兒，也念雷吧，朋友們。雷科技已經在性能上大幅的追趕，甚至是對標國際一線水準，而價格僅為洋品牌的 50% 到 60%。 這種替代是全方位的。越來越多的消費者反馈，從耐克轉向李寧、安踏或者是鸿星爾克以後，發現國產鞋在舒適度、腳感和鞋型上針對国人優化的更好，而且100元的價格就能帶來極佳的體驗。安踏集團在中國運動鞋的市場上的占有率已經穩步躍居了全國第一，在2025年達到了約 21.8%。
而耐克的市场份額從2021年的 18.1% 萎縮到 16% 左右。耐克呢是在產品上明顯的吃老本，大量的新款被指只是舊款換配色的這種復刻，缺乏革命性的技術創新。而隨着代工廠外遷到東南亞，耐克的產品質量的投訴急劇增加，什麼開膠啊、斷線的問題頻發，與其高昂的定價嚴重不符了。中國運動的消費早已從競技場轉向了多元化的生活方式。馬拉松爆火的時候，跑步者認準的特步在戶外露營崛起時，大家選擇始祖鳥，在通勤運動時又有昂跑。耐克什麼時候想代表的大店模式呢？最終在每一個細分賽道上都敗給了更垂直更專業的品牌，尤其是耐克品牌形象的信任紅線被他自己給踩了。2021年新疆棉事件是耐克在中国市场声望的分水岭，在事件中表現出的傲慢立场极大的刺傷了大量的中國消費者的民族情感，導致廣泛的民間自發抵制。隨後耐克始終未能拿出足夠的本土誠意來修復這一撕裂的信任，導致大量的消費者至今仍將其排除在購物清單之外。耐克在中國的颓勢可以說叫根源在其全球一盘棋的這種傲慢。當國產的品牌利用本土的供應鏈2週內就能推出迎合市场的新品的時候，耐克新品上市依然比国貨慢，且缺乏為中國市場定制的設計。直到2024年，其線上的旗艦店才姍姍來遲的入駐抖音，比中國的競爭對手們晚了整整的3年。而這個耐克呢，也採取了激進的直面消費者的策略，他大刀闊斧地砍掉了賴以生存的分銷的經銷商，反而讓其丟失了對3、4線城市以及線下核心貨架的掌控權，讓國產的品牌呢趁機呢瓜分走了他們的渠道。儘管呢他們新上任了一個 CEO 的試圖通過在上海設立本土創意中心，簽約了鄭钦文蘇炳添等本土代言人來自救，但是還有很多的市場分析師認為呢，產品的設計決策呢依然過度依賴於美國總部，本土化的改革速度呢遠跟不上在中國市場降溫的速度。耐克在中國的慘敗純屬就是不作不死的一個典型。從他搞新疆棉反華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他在中國市场的覆滅。往後這個能不能再重築輝煌呢？我看難了。在越來越愛國的中國的年輕人的心裡邊，耐克已經死了。點個訂閱吧，咱們下集再聊。